我们假设真的发生腰斩这件事情，我赞成对啊，我是很赞成的我手上这一圈房子赔钱，赔就赔啊！现在接下来房子多便宜啊！我靠！然后发生房价腰斩，到时候一定怎样？各种信用管制取消了啦，都解放了啦，就是房地产的万解就对了啊！为什么啊？不然房地产产业要倒了，所以到时候什么间间都贷款8成的盛世就会跑回来了。我跟你讲所以你能想象吗？半价的美术馆，我是没办法想象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差，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吃好吃满那个涨幅，都看预售在表演。2024房市表现如何？2025会崩吗？政府打房下的成交数据曝光，现在是要上车还是先观望？先说结论，2024房市在推出信用管制之后，成交数量明显下滑，但其实每年都涨差不多不用太担心。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装潢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高雄的2024房市如何那这时候我们来聊高雄房地产的表现那这张是我整理的表，那来源是高雄市政府的开放资料，你搜寻114年高雄市不动产买卖统计就有了，然后各个月份那我就是把它整理好这样。那这张表啊，如果你乍看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高雄房地产上岌岌可危每个月成交数量都在下滑，未来可能就没有人会买高雄的房子了，怎样怎样。好，这是一种解读那让我们带入一下重要的时间点2024年6月第6波信用管制，第二屋贷款6成，无宽限期。2024年9月第7波信用管制第二屋5成，无宽限期，第三屋只能贷款3成。所以很明显是因为政府的打房政策让整个房市就这样冷下来了嘛。那我知道你会问说，那为什么6月到7月的时候会有一波往上走的高点这个我也帮你查好了。去年2024的6月到7月刚好是预售屋的交屋高峰那时候的第二屋贷款从7成变6成，大家硬挤还是挤得出来的，所以还造就了一波暂时的高峰。那接下来就是一路向下了，尤其是9月的理监事会议以后直接雪崩所以你要知道2025的高雄房市危险吗？那我们就来聊你可能会担心的问题就是2025的高雄房市会不会比2024更惨，甚至一路崩到底大家都不买这样。先讲结论，我认为不会为什么？我们再来看一次这张图，我把2024年的2月跟2025年的1月框起来那2024年的2月是过年期间，过年期间就是全年房地产交易量最低的时候，日子又少然后又一大堆日子在放假这很正常。房地产这种事情大家都说过年后再说，过年后再说，都这样那2024年的2月高雄房地产成交几间？2970间然后2025年的1月成交几间？2899间。所以我们说房地产再差然后大家在哀嘛，没有交易的1月嘛也不过是比去年最差的2月少了71间那因为我做表的时候2月的数据还没出来，那我会看现在数字更低更惨，搞不好会跌破1500这我乱讲的。但我们换个想法，就是说最惨就是这样最惨就是这样，那也还好啊，对啊。我们不知不觉就经历了房地产高雄房地产最冷最惨的时候了，然后回过头去看也不过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敢这样讲来，你来看这一张图我现在画线的地方，从2022年开始的每年的2月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年期间，然后你看也知道2月是怎样，交易量通常都是暴涨的前夕嘛，所以你觉得房市冷我跟你讲很正常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很冷，要等到3月的时候才会开始再往上爬升，3月就是329档期嘛，所以不用太担心最后你要知道，政府下棋是很精准的我们再来看另一张图，这张我的线分成2个颜色红色是6月，蓝色是9月。好，你先看这2个时间点是不是都是交易量开始下滑的时间点？对啊，除了2023年的9月。因为那个2023年8月推出什么新青安嘛那后面就暴涨一波。那信用管制是什么时候推出的嘞？第4波2022年12月，第5波2024年9月，第6波2024年6月，第7波2024年9月。也就是说，政府下刀是很精准的，它是选在哪里？房市在降温的时候就发动信用管制，它也没有在那边无脑最高点就是要让房价
房市整个急动哦，要让房市整个腰斩哦，让它爆裂，不会啦，就不会去做这个动摇国计民生的事情。所以你才会看到现在这样，就是说大家都在哀哦，但是也只是在哀而已，也没看到什么预售屋大量的去抛售，我想是抛售，不是平转哦。那你也没看到什么房仲开始集结，然后去那边游行丢鸡蛋，就没有嘛。房仲的这个题目我们之前节目就聊过，没看过的话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现在啊，我们的成交量啊，市场氛围啊，就是回到那个大涨前夕的状态而已。所以杨总裁真的是很厉害啊！你看房子有问题，政府保你；经济不好，政府帮你保房子。就像那个之前新冠疫情的时候，自动申请宽限期，这东西还有自动的嘞然后房地产太热，那政府先帮你踩刹车，降温，然后让你日后好上车，就这样，服务非常的周到，我只能这样讲对，所以我的态度就是这没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讲八卦的时候再讲就好了。好，先说明一下，就是说房地产本来就是这样，又不是没冷过，现在在紧张什么？所以不用太担心啦。那个房地产真正在凄惨、在恐慌起来的那个样子是怎么样？是股票要领跌，而且领跌时间要超过半年，甚至达到1年以上。然后那个房地产才会开始往下掉，你就不要这样，反正一往下掉，那个股票又好了，大家都没事了对，所以我会认为说现在的情况叫做还是相当健康了。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说？就真的很健康嘛。你看过去这个都打到第7波信用管制了，手上还能买房子，预售屋还能这样子安稳交屋下来的人，你说他坚不坚挺？超级之坚挺。只有谁没那么坚挺？新青安。可是新青安现在新青安，你说这些人的实力还好就是那个口袋钱不够，月薪3万块，因为贷款1000万给他，但是他还在5年宽限期以内对不对？不会人人都5年但是2023年8月推出来的新青安，现在大家都还是在宽限期里面所以不用太过担心。政府就是他也讲了，他没有打爆房市他就是要让房市怎样软着陆。所以说我们不用太担心，再说我们担心也没用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
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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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说房地产的周期真的很长，然后这中间就是冷冷热热。我跟你说，我要是新手，我一定会很害怕哦。说不定那个正在看影片的你就是很害怕，因为你第一次买房子，怎么就什么信用管制，怎么杨金龙，然后你就会很慌嘛。但是这个我以前就慌过了哦。我觉得最凄惨的时候是2016哦，一直到2019年，2020。好啦，要说2020也可以2016到2020，哇，那个真的是淡到不行真的是淡到不行就是变成说房地产真是没什么好做的这种情况。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你也知道，就暴涨了那暴涨当然有很重要的是因为疫情、美国 QE 等等的各种那个 buff 去堆叠出来的。但我就看过嘛我真的认为2016到2020的这个时间是比现在还要惨很多很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信用管制，你的2屋还是贷7成，你爱贷你就去贷，3屋也没什么在管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不买房子。还是回到我的那个理论就房贷涨才要打不然呢？政府在鼓励你去的地方，那就是可能需要添薪加财的地方就在涨才要打啦，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用太过担心。而且再说了，这一批最近这几年上车的这一批人，多么坚挺坚挺到爆裂。对啊，2屋5成，我们不要讲2屋5成，2屋4成的人，那时候交屋也硬给他交下来，所以他们都怎样？他们都没有压力。你要他们这种没有压力的人来便宜来把房子卖掉，很难极难然后再说了，房地产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事情，要6年嘛，就放满5年整，那6年了，6年那个小朋友这个国小都要毕业了都要上国中了，6年那6年之间就不会是一片龙井这样直接给它龙井6年，就不会嘛所以本来就会有这个情况。然后再说你现在人在车上，你要怎么异动？你现在异动就叫乱动，你知道？像我们都买好然后在那边等的人房子涨就涨了房子跌就跌我是能怎样？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在车上那对比我们当初的取得成本确实都已经有一段很明显的增幅了，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差。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为什么我完全，你就看我那边没惊那个一直问，就是那个会员的 LINE 他一直来就很惊慌失措这样子一直来问我能看得出就是很紧张很害怕，一直贴新闻这样。可是我在高雄，我讲一个东西给你听，我是做中古屋为主这个我就诚实的告诉你，我手上目前没有任何一间预售，真的没有我就做中古的嘛我就觉得预售这个对我来说我心魔啦好，那我们做中古在这一波大涨，我告诉你跑太快了，就是拉那个大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它不是缓缓这样子涨上去，它是就这样子跳上去，对我来说都太快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是说房地产的市场是多样复杂的又来了，那些报章杂志都一开口一闭口，全部就是以整个台湾为单位，就没有这种事情像我们自己在高雄，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价格被猛然拉上去的是哪一种产品？预售真的是预售预售他们市中心那50几、60几这样可是，在之前2年前也不用很久，不是什么10几、20年前，就2年前，他们大概30、40而已突然就拉到55、60了，就这样拉得这么的快，然后就第7波先管制然后就现在什么平转赔售都有出来了，我都有看到。你现在在591上直接打赔售，你都找得到。但是有一类的族群没有跟上去，在那个大涨的时候不算是有就一起上去，就中股对就中股，尤其是又是像我这么股的中股，我的中股都20年
我不觉得什么8年、10年那个叫中古哦，我的都20年、25年、30年哦。我的这种房子，在预售屋猛拉的时候就还没动啊，就在那边看预售屋表演了哦。本来就是这样，它是有梯队的嘛，你的预售屋拉上去，然后就会显得旁边的10年中古好像很便宜，然后等它也拉上去，然后显得说，旁边那个20年 CP 值很高哦。那我们就做中古的补涨，大概是这样。可是这一波因为信用管制原因哦，它拉上去就急停了哦，就停在这里了哦。那一停在这边，我们这些20、25年的中国还趴着，对啊。换句话说，我们是没有跟到这样子的涨幅哦，没有那么猛烈、剧烈的涨幅，但还是有涨哦。那没有那么猛烈的涨幅啊，就卡在这边了。那能买中古屋的人的等级都比那个预售屋还要坚挺很多啦，因为你那个中古屋下去就是头期款啊，哦，就是中介费啊，就是要装潢了哦，这些身上都有钱啊，所以卡在那边哦。那你要我们去便宜卖黑吉波扣零的代际，我干嘛要便宜卖啊？现在又可以报租补嘛，好，那我们就慢慢租就对了。好，所以对我而言呢，我完全不会担心，就是说房价说要软着陆或什么的，在我看来都预售屋的事，哦，然后预售为代际，那我们这些中股本来就没有像它一样那么疯狂，我们也有往上跳一点点而已，可能往上跳10公分吧，他们是往上跳2公尺这样。好，那现在就卡在这边啊，卡在这边就卡在这边啊。哦，那接下来即使啦，房价会出现大幅度的，好，我就讲那个空方最爱听的房价大跌好了，啊，会是中股先大跌？我这种中股在大不会啊，一定是那个预售先往下摔呀，哦，都是这样的啦。这边整哦，这个看过去历史上都是长这样，预售先动哦，然后才反映到中股。可是问题是我们这次的中股根本就没有跟到这个急上去的涨幅，然后你要我们跟着一起再摔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来，我讲给你听哦。像美术馆这边，我的朋友那时候买，2年前2023年买一坪31万哦，一坪31万，我很熟啦，所以我讲他的东西可以了。他买一坪31万哦，那现在的美术馆的中古，你看中古成交有没有到40站稳？要个别案子才有。换句话说，他也会挑东西哈，所以他买31的时候，大概美术馆的人都在买3435。OK， 好，那买3435的时候，你看现在美术馆，你要说全体站稳40万也没有啊，对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5万的空间而已。可是你要不要看看中都的预售发生什么事？后来跳起呢？对啊，哦，很夸张呢。以前在那边预售一坪30万、40万赔串，哦，那现在50都看得到哦，然后都有人摸到60了。高楼层有景观，很有挑呢，对啊，他们一跳10万呢，不是像我们这样子5万还在那边站不太稳哦，所以这就是证据，就是说啊，这波大涨20年、25年中股啊就没有受惠嘛，等于是没有吃好吃满啊。那你要我大跌，好，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来一个房价腰斩，那个预售腰斩是有可能发生哦，因为那个预售。啊，我不要讲腰斩了，我讲预售往下跌哈，预售往下跌哈，那比方说预售哈，那开到65了，啊，大概往下回落到个60，回落到个5758好了，它还是很高嘛，对不对？以这种跌幅来说，你要不要看看31的美术馆往下跌会发生什么事？买在2627哦，2627的美术馆还得了哦？对啊。这个一定会被那些包租公包租婆直接秒杀掉的东西哦，所以就是预售空间这么高，然后它有点脆弱哦，它风吹草动它就会晃哦。那现在很明显就是他们有往下晃的迹象，这也不是迹象，这就是事实了嘛。不然以前在夯的时候，591你去打平转跟赔售哪找到东西？你还加价买呢，现在要平转哦。好，那这边晃，可是我们的中股根本就没跟上去，然后就卡住了，就第7波先管制了。所以我没差啊！你要我腰斩，那么假设真的发生腰斩这件事情，我赞成对啊，我是很赞成的我手上这一圈房子赔钱，赔就赔啊！啊，现在接下来房子多便宜啊！我靠！然后发生房价腰斩，到时候一定怎样？各种信用管制取消了啦，都解放了啦，就是房地产的万解就对了啊！为什么啊？不然房地产产业要倒了，所以到时候什么间间都贷款8成的盛世就会跑回来了。我跟你讲哦，所以。你能想象吗？半价的美术馆，我是没办法想象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差，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吃好吃满那个涨幅，都看预售在表演啊，结果现在一起吹冷风，我们就被跟在这边了，没惊。然后再说了，杨金龙杨总裁他说要软着陆，都讲了，那就 OK 了嘛，对啊，他不是说
一个很激进的分子，他上说我要爆破台湾房地产，我他妈我要看到腰斩，没有啦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这样。你在车上你能怎样？你因为这个房地产风吹草动好，你现在就要卖吗？你现在就要卖，你可能持有2年而已，3年而已，你要缴35%房地合一税，这你甘愿吗？所以对已经上车的人来说，我们又能怎么？我们就在等嘛。这个要等满6年呢，你这样去等6年之后的房市了呢，对啊，所以我会说没惊，又不是没有冷过。2016到2020的那一段真的很冷，那时候我还在内湖科学园区。那边手机在那边滑就看到什么房仲倒闭潮或什么房仲兼差跑 Uber 外送，我都还很有印象。我想说，奇怪，有那么冷吗？我在上我的班有那么冷吗？如果有那么冷的话，我们来看看房子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就开始陆陆续续又有收集一些对啊，这一波大行情，我跟你说，我没有吃好吃满呢，真的吃好吃满都是预售的事呢，不是我呢。那凭什么我们要跟那个吃好吃满的预售一起腰斩？腰斩下去会变成现在的东西太过超值，你知道？以高雄人来说，我描述给你，我们就说腰斩最惨的样子好的学区离台积电开车15分钟加等红灯就会到的地方 ，OK 然后又青山绿水，又大的公园美术馆，好，那不是要来一个腰斩吗？腰斩下去，我说中古腰斩下去1坪23万，你抢得到吗？拜托那文化中心这个中古均价401坪20万，你抢得到吗？那个房价在腰斩，租金不会掉呢然后以那个新湾区新湾区的新案子也是很敢开那新湾区直接回落，新湾区什么滨海什么新月湾那个都40-50了，好，然后回落到1坪23万，我靠，好啊，这怎么不好？对啊，想办法毛起来调钱呢，然后去把它吃一吃啊就是这样。不用担心你在车上你也没什么好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异动就叫乱动嘛所以真的是不用太过担心。那至于预期什么第8波信用管制至于去预测什么对面打过来我只能说，我们就反复阻止一个中产阶级，我们就是控制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就这样了就这样，我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们就控制我们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就这样了，就不要管了那就接下来就是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像我一样。我怎么可能因为现在的那个新闻怎么样，然后反应很差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要把我手上的房子全部都卖掉？北七这个是股票的做法，才在那边短进短出。虽然我们房地产的周期2年3年对股票的人来讲已经很长了，但是房地产周期真的不是这样。就来放奥罗上车我能怎么办？那我就来放。我不相信我买的这个价格，我这样放满6年以后，重大建设都落成，那个工作人口都移入，然后我还在那边卖腰斩的价格那我干脆就全部都来收租，那又有什么关系就这样跟你分享。